Hello 哈，大家，我们这几天在马不停蹄的收拾房车啊，因为明天我们要开着房车去加拿大，这将会是我们第一次开着房车出境美国。为了这趟旅程，我们做了万全的准备啊，除了吃的、喝的、用的，我们还又新买了一个 Starlink。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去年退了一个 Starlink， 就那个傻大蠢第一代的 Starlink， 因为它还巨大又不好用，网速又慢还贵。但是呢，这几天我们发现 Starlink Mini 正在打折。原价是499，然后现在打到299，我们觉得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mini 就像一个 iPad 一样，所以我觉得非常方便。而且它的好处是什么？它是可以移动使用的，不像原来那个傻大蠢，它还有一个那个 base， 有一个有点像是个 router 那个什么接收器啊，它不光有一个板巨大的板，它还有一个那个东西，然后用起来就非常的不方便，而且必须要停下来才能用。但是这个 mini 呢，它开着车的过程当中也能用，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蛮划算的，加上税总共300出头。Starlink 现在的月费呢也比之前要便宜很多，之前一个基本的流量费是50G， 是50美元，然后我记得我当时觉得这50G 啥都不管用，就啥都干不了，然后我当时一气之下升级到了一个250块钱一个月的一个费用，然后也不好用，所以我一气之下把上次那个给退了。那现在的 Starlink 不管是 mini 还是其他的版本，它都是有一个50G 一个月，然后50美元的一个基础 plan， 还有一个 unlimited plan 呢，就是165美元，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这个 plan 它也是可以在加拿大使用的，只要是有 Starlink 服务的区域，它都有一个2个月的可以使用的时间，就是不需要再额外再收费，什么漫游费啊这些没有。对于我们来说，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买点，就是它这个 mini Starlink 可以放在我们的 Cybertruck 上用，它就放在那个前挡风玻璃板上面，就插在那儿就行了。我想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 mini Starlink。其实可以直接放在这个挡风玻璃上，就放在前面的。其实这个 mini 啊，它非常适合在 Cybertruck 上用，因为 Cybertruck 上它这个前挡风玻璃是斜着的，所以它这个放在前面正好就是往上仰的。它不像有些车呢，它是那个挡风玻璃是直着的，它这个其实就是对于Starlink 不是非常的友好。那 Starlink 它有2种插电方式，一种呢就是这种普通的电源，连一根线。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可以花个20-30块钱买一个车充，但是呢，因为 Cybertruck 它本身就有这种普通电源的这种插座，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再买，就直接接上线，然后接上电源，往前一塞就可以了。那我们这次就要先拿着我们的 mini Starlink， 先在我们的房车上使用一下。Hello 哈，大家好，我们现在要出发，开着我们的房车去加拿大了。但是在去加拿大之前呢，我们要顺路先去趟林大哥的农场，因为要把我们的一锅出小分队在这里送去林大哥的小鸡幼儿园啊。我们家的育婴室已经容纳不下他们了，他们现在居然可以从这个箱子里跳出来，所以现在孩子长大了就要送去幼儿园了。蓝精灵，我们要出去玩了呀！壮壮，我们要出去玩了呀！最后一次和你的小鸡弟弟妹妹们说个再见吧。蓝精灵天天操碎了心，我在后院给小鸡放风的时候，每天蓝精灵操碎了心，它比谁都紧张。给大家看看我的小鸡，那翅膀都已经全部都是羽毛了，长得非常壮实的小鸡仔，所以它现在已经开始能跳出围栏了，然后到处飞。我每天抓它们，放完风抓它们都根本抓不住。你看，差点就能飞了！我天哪！虽然现在这个小鸡们我都分不出谁是谁了，但我觉得这个是旺仔，就是第一个出来的，因为它黑色的毛，头上有斑点，是不是？你是不是旺仔？是啊，是。这旺仔其实和我关系很好，你看我抓着它，它都不会往下跳，像其他的小鸡仔就是会往下跳，就只有旺仔他是老大嘛，就是和我单独在一起了1天。看那个小鸵鸟，看那个秃头小鸵鸟，从背面看有点像郭德纲。哎，蓝精灵。另外一只秃头小鸡，它的后边是没有白毛的，这个就是纯黑毛。然后它的那个胃呀，它吃饱了以后，它的胃就露在外边，可清楚了。给大
大家看它这个胃，这就是它的胃，我还能动它。里边全是饲料的形状，就它这个秃毛吧，没有毛，就感觉就里边这个器官看得一清二楚，看着有点惊悚。蓝精灵，你心似的，你快去躺着吧，把你心似的。我就在想说，是不是所有的生物都是母的比较操心，公的就是比较 chill。像我们家孵出这几个小鸡来，蓝精灵就是每天就是操碎了心，但是壮壮就是不是很 care 小鸡，就是有的时候甚至能表现出来那种别烦我，就是掉头就走的那种感觉。但蓝精灵就不是，你看这蓝精灵。按正常情况下，它早就睡了上房车，不，它就非得守着这小鸡。蓝精灵，你待会儿就别下车了，外边热。待会儿你的小鸡弟弟妹妹们就要去幼儿园了，你就见不到他们了。下次你再见到他们的时候。就是在饭桌上见他们了，太地狱了，太黑暗了啊！喝那个老母鸡熬的鸡汤，来到了林大哥农场。我先把这个鸡汤放在这儿，啊，我们把小鸡先放去幼儿园。现在这边的气温是115度，超热。林大哥，您好！哎呦，今天穿的这么休闲，看我们家秃头小鸡。我今天看到郭德纲那个后脑勺，我靠，太像了，一模一样的，简直一模一样。我来看看您家的新来的小鸭子。你这是路过吗？路过，我们正好现在要去加拿大。哦，我没走，往银湖城走。哦，对。这个鸡先不要放进去，先不要，我不放进去。会打架。会吗？嗯。我们家小鸡会打架吗？我要跟它隔起来，隔半天让它们熟悉一下。嗯，这个比我们家小鸡大多了。大一点点。里边有羽毛了。啊。就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嘛。对。等一下，老粉飞了。看，这边是鹅。这是鹅。啊。这两个都是鹅吗？没有，就这边是鹅。这边是鹅。然后那边是鸭子。这边是鸭子。这边是3个品种的鸭子。3个品种的鸭子。Super 北京鸭。Super 北京鸭。还有那个绿头鸭。绿头鸭。还有一个不知道叫什么来着，忘了。哦，现在没有番鸭哈。番鸭没有。鹅比较可爱，对，鹅长得萌一点。他们好紧张啊！每2天我们都要给它洗澡。洗澡。对。哦，外面还有个小游泳池，专门每天给小鹅、小鸭洗澡的。一国处小分队再见了，宝贝。您这是又弄了一个新的 trailer 吗？这是马的这个。哦，这是马的。这不是找了个马女婿吗？对，找了个马女婿，配上了吗？配上了。配上了。什么时候生？11个月。11个月。哦，这是什么？哦，这边也有小鸭，这边也有小鸭子，这么多。哦，哎，它们不往外跑哈。现在我们的那个小鸡现在都能跳出来了，抓不住，根本就抓不住。每天我给它们放风完了就是根本抓不住。它就野了是吧？野了，真的。对。林大哥前段时间给他们家马找了个女婿，这个女婿就是坐着这个车来的，然后现在据说是已经配上种了，然后再过11个月，这边就有小马驹儿了。林大哥农场现在这里特别热，下次再孵小鸡，林大哥说他就要等秋天冬天了。这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哪个是咱家的？啊，壮的这个。壮的是公的。就冲我来的这个是公的。哦，所以它高，它比咱们家的那个魁梧，对。那个我们家的马就比较清秀。对。你看它的背上，滚！所以他现在还想干事儿，是不是？他还想着干坏事儿。Coco 已经，那被他搞的吗？
哦，挠的全是伤。Coco 感觉好自闭啊，感觉没有之前那么活泼了。她肯定是怀孕了，可能是就是这她的第一胎吧，第一胎。他很老底的。这丈人对女婿就是这种态度，人也一样，马也一样。拜拜，林大哥，再见，下次见。后边面壁思过吗？蓝精灵，你在那干啥呢？蓝精灵，你在那不憋得慌吗？啊，宝贝，躺在后边，面壁思过，面冲着那个墙。带你们出去玩啊，宝贝，出去玩。壮壮，你到今天晚上往后就不会觉得热了哦，就会变得很凉快。我们要去加拿大看大山，看超级漂亮的湖，好不好？乖乖，过几天你们就不热了哦。为什么美国 road trip？就这种房车旅行啊，或者是就是开着车旅行的方式，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它这个路哪儿离哪儿都太远了，然后很适合放空，就看着这光秃秃的山，富贵儿就是一顿猛开，他就会觉得特爽。对，我们只要是每年夏天，只要是在 Vegas 的话，一般都会找这么一段时间，带着我们家小猪仔去避暑，因为 Vegas 这边太热了。然后现在我们到了 Arizona 的州里边，我们到亚利桑那州了，也特别热。刚才林大哥那个农场115度，这给我热的。亚利桑那州现在我们时间已经往前跳了1个小时，所以现在亚利桑那州的时间是下午5点半，那 Vegas 呢是4点半。然后我们现在还有1250英里，到目的地。但是呢，我们打算开2天，然后今天我们就打算多开一点，因为待会儿晚上就没有那么热了，可能开到11、12点吧。如果累了就找个地方休息。然后明天我们把剩下的路希望能够开到边境，就是蒙大拿州和加拿大的边境，因为我们这次是北上嘛，北上正好是在蒙大拿州入境。第3天我们入境加拿大以后，再开个200英里就能到营地，所以我觉得这个计划还是不错的。我们这玩房车都多少年了，第一次尝试开着它出国。那我们这次出来呢，拿了3个季节的衣服，因为加拿大那边比较冷，虽然今年好像说班夫没有那么冷啊，但是肯定是比起我们 Vegas 要凉快很多，晚上只有3度，所以我们拿了很多不同季节的衣服，就也不用打包箱子，也不用收拾箱子，就直接往房车上一堆。尤其我这头顶上不是有个床嘛，就这个床，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人，就让我们当那个放杂物的，任何放不下的东西都往上堆。就不用精打细算，就是每个箱子要带多少东西，要到底怎么来分配。所以我觉得房车旅行还是挺省心的，主要就是能带着狗狗出去玩，就是这也是我们买房车的一个初衷嘛。那每次我们就是收拾房车的时候，我们家小狗都特兴奋、特激动，就只要看着我们往房车上开始搬东西，他们俩比谁都兴奋，就
守在那个车库门口就等着，然后车库门一开，壮壮还没反应过来，蓝精灵就那个大头就挤在那个门缝里，恨不能就冲上房车。哇，我们现在就进到犹他州了，这么快，所以我们其实只是进入到 Arizona 一小段，就已经进到犹他了。现在就是犹他州。看这个小狗上来吹吹空调，看看景。When we wake, hear the birds and see the sun. Side by side our fears are done. All the good times just begun. We know what we have, let's hold on tight. Found what we're looking for in life. Call us crazy, but things are finally right. With you and I, the future is bright. Oh, you and I, we got it. Oh, we don't need no more. Oh, even in the hard times, you and I can weather any storm. Before I sleep, hear the crickets, see the moon. Side by side and through. No limit to what we can do. 我们现在到了加油站，然后带着我们家小猪仔到加油站的果公园上个厕所。壮壮宝贝。狗狗上完厕所，我要去买个雪糕吃。堂堂一个 Loves 的商店，居然只有这一个牌子的雪糕。有点像那个冰饼。还不错，没有那么甜。那是什么？我这是草莓的，应该是巧克力的。我们现在又要出发啦！我现在躺在我们家房车的沙发上休息。正常来说，富贵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在我们家这个房车的后边这个床上睡觉。那今天感觉有点热，但是还好，刚才我们吃雪糕的时候用发电机打着了以后，给我们房车供上电，然后开了会儿空调，所以现在这个房车这个部分就凉快下来很多。Before I sleep, hear the crickets, see the moon. Side by side and through. No limit to what we can do. Oh, we know what we have, let's hold on tight. Found what we're looking for in life. 我去眯瞪了一觉，太阳都快下山了。富贵累不累？吃饭了。哦，该吃饭了。我就看这路两边这鸟不拉屎的地儿，这草都黄了。然后我就在想说，美国像这种公路，就是不是居民区，或者是就这种比较荒的地方，这两边的这些杂草，每年是怎么清理的？怎么？因为它就算死掉了、枯黄了，它也有尸体嘛，对吧？它肯定是，要不然第二年烧了吧？烧了吗？不知道。在美国呢，像房车啊，或者是大车，就这种大卡车，因为路途比较遥远，就是中间有很多这种可以停车过夜的地方，让大车停车过夜的地方。那我们房车就是可以混进这个大车的停车场，是免费的停车，然后里边也可以洗澡啊什么的。一般这个 Loves 呢，它前面是超市和加油站，后面就是可以休息的地方。我们就现在就打算再开80英里开到下一个 Loves，
然后我们就停下，今天就不开了，剩下不到1000英里，留给明天和后天开。然后这样我们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还可以喝个啤酒。如果吃完饭再上路的话，像我们原来计划开到11点、12点，那就是吃饭的时候就不能好好喝啤酒，这样就可以喝个啤酒，早点休息，明天一早出发。现在 Loves 好多都给房车专门修停车区了。对，现在 Loves 有给房车停车的专门的停车的位置了，就有上下水有电，那个就是要钱的。但是因为我们，这就是说到我们换了这个紧凑一体型房车以后的好处，就是停车啊什么过夜啊就比较方便。就其实随便找一个停车场能过夜的停车场就可以过夜。在美国就是住营地也特别方便，在这个高速路旁边也有非常多的营地。美国的房车文化的配套设施已经非常完善了，就是不会说找不到地方过夜呀，或者是没地儿上厕所啊，没地儿洗澡啊，这种不会。我们两个房车旅行吧，就特别放松，不会想要提前去订营地呀，或者是除非像我们这次在班夫，因为它的这个营地太难订了，我们请我们的朋友帮我们订的。然后他这次和我们也是一起玩班夫，他们就比较有经验，跟着他们玩就能踩点各种应该玩的地方，所以我非常期待这次我们的班夫之行。我们最后决定把车停在沃尔玛的停车场，它对面就是那个 Loves， 然后我又查了一下这个沃尔玛能不能过夜，就刚好可以过夜。然后它也有加油站，明天走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加个油。不是所有的沃尔玛都可以停车过夜啊。带着我家小猪仔六六，然后富贵儿负责把房车拓展打开，收拾一下。我和富贵儿现在在这儿讨论要不要停到马路对过的 Loves。我这遛一半狗，才遛了没几步，富贵儿把我叫回来。沃尔玛和 Loves 的区别呢，就是 Loves 比较吵，因为全是大车。但是呢，比较有安全感，因为就你夹在大车中间，不管有抢劫啊，还是有危险，就是轮不到我们。咱车上没枪，主要是。对，我们这次没有带枪，因为就是要入境加拿大是肯定不能带枪的。但是停在这个沃尔玛吧，就周围就是没有什么车，所以就是稍微有点担心。但是好处呢就是安静，因为没有大车那些发动机、什么空调的那个声音。富贵，你怎么决定的？我觉得咱们去 Loves 吧。先带小狗遛一遛，然后遛完了以后，我们就转站到马路对过的 Loves。现在美国局势比较乱，所以在我们没有带枪的情况下，还是找一个比较有安全感的地方过夜比较好。这就想到了，但凡我们家狗有一个能管事儿的，能震慑住坏人的，我也不至于。到 Loves 大车的停车位置在后面。这边到了 Loves 停大车的位置，但是感觉好像位置有点紧俏。这个是个位置吗？这是人家的房车，我们不能堵着人家。看看这边还有没有位置。一般像这种大车停车场就比较的拥挤，然后车比较多，位置比较紧俏。你看这房车都停到这儿来了，都停到路边来了。这咱们也停这儿啊，咱们也停这个路边。这算路边吗？啊，不算路边吗？看他们都停在这儿，那咱们也停在这儿来。那停在这儿，我们的 slide 拿得出去吗？最终我们把车还是停在了这个 Loves， 虽然没有停到那一群大车中间挤着那么的有安全感，但是至少比在沃尔玛那个空旷的停车场成为 target 更有安全感一些。然后因为这边还是有很多的车，前面又来了一辆房车，这样把我们夹在中间也蛮好。朋友们，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啊！我们刚才不是本来
从沃尔玛转移到了 Loves 嘛，因为觉得沃尔玛不是很安全。然后现在我们又回到了沃尔玛，为什么呢？我们刚才找的那个位置啊，很奇怪，它那个地其实是很平的，它没有那么的不平。但是我们的这个4个 jack 就是那个水平仪，就是水平的那个角，就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就是前脚永远下不来。我们俩试了半天，前脚永远下不来。然后我要手动让它下来的话，就是我的轮胎是歪着悬空的。就很奇怪，因为它这个 level jack 它本身就是用来水平的，就是用来在不平的地上水平的。我们之前去过很多营地，它就是更加的不平。然后刚才那个地呢，其实没有那么不平，就是肉眼看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就是下不来。然后富贵一气之下说不行，我们回沃尔玛。我说那你不怕被打劫了？他说这个地方不好。然后我们现在回到沃尔玛那个大的停车场，然后这个 jack 就可以下来了。这4个腿儿就平平安安、稳稳当当的下来。我跟你说，从来没有见过就是它悬空待着，因为它4个它不平，它是靠比如有的高，有的低，它是靠这个找平衡。你不能说你靠2个加轮胎平衡。对，因为它这4个应该是都在地上，然后它可能是这样，然后保持一个平衡嘛。然后它现在因为刚才前边那2个下不来，那我就只能手动把这2个下来，再找平衡的话，有2个就是悬空的，然后我的2个轮胎，另外相反的2个轮胎也是悬空的，所以因为你这样的话就变成了你的抬高，你的受力只在那两个加这2个这个对，但是因为你这个 slide 一打开以后，它的受重就特别重，对，受重就是歪的了，不能就受不了了。要是这个沃尔玛平时还是不能小瞧它的。然后我们停在这儿，然后现在车也多起来了，又多了2辆大车，这边又多了一个房车，所以安全性应该还好，就不至于我们是唯一的那一个目标，如果有问题的话。现在我们就是要把扩展给扩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床展开，然后车里边有更多活动空间。我跟大家说说富贵啊，可神到了，他不是没找到在那个 Loves 大停车场没找到，就是2个大车之间的那个位置嘛，不得不停在加油站的入口处。他就停下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这个地儿风水不好，因为老有大车来回走，然后晚上睡觉肯定会很吵，而且这个地方我觉得不好。结果真的就是那个 Jack 下不来。不过还好是因为这个风水不好 Jack 下不来，而不是因为这个 Jack 坏了。如果这个 Jack 坏了的话，我们这整个旅程就完蛋了，因为没有这个4个 Jack leveling Jack， 就是保持掌握平衡、调整平衡的这4个腿儿，我们的 slide 出去就是不稳的，就这个整个车的偏重是不稳的。你看这 slide 一打开，我们的这个房车空间就变得很大。宝贝。然后我们的床就可以伸展开了。现在这个床垫子是窝着的，床就可以伸展开，就会变成一个床。哈哈哈。今天他们俩的晚餐是狗粮拌酸奶。今天因为是在旅途当中，他们有的时候会肠胃不是很舒服啊，或者什么，就不给他们吃肉了，就拌点酸奶。里边还有益生菌。这晚餐刚吃完，是从家带的便当，就我自己做的便当。然后微波炉叮一下，就很好的一个晚餐。这折腾这么一顿，几点了？看看，12点了。2分钟12点。还有2分钟12点。我们本来第一次停车到沃尔玛，还想着说今天早点休息，就不用开到那么晚了。吃饭的时候还可以喝个啤酒，那时候才不到9点。然后折腾这么一大顿，又是去 Loves， 然后又回来，这现在12点了。今天总结2点啊，一就是如果在房车旅行当中，这个某个部件不 work 了，就先不要着急，不要去着急去什么修车厂啊、修理厂，有可能是这个地儿风水不好。原来这句话听起来像是无中生有，但是今天真的是觉得好奇怪，真的好奇怪，因为那个地根本就没有特别的
歪。对，你记得咱们就有时候在那个有的营地，它地不平，还有就是咱们上次在那个小金他们家门口，它是个大斜坡。对对，我们把房车停在他们家门口，他们家是个这样的斜坡，所以我们那4个 jack 要把我们后轮顶起来，然后我们那个车才是平的。那个轮胎已经悬空了。对，然后2个轮胎都已经是悬空的，那个它都能放下来，就刚才那个坡根本就不叫坡，所以总结一下，就那个地方的风水不好。然后我们俩刚才遛狗的时候，突然聊起来，说居然有一天我们在美国能感觉到出门不带枪，觉得心不安。虽然我们平时在家住着，或者是就是在我们居住的城市周围，我们都不带枪，那是很安心的。但是我们房车旅行，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会带着枪的，因为房车旅行你不知道你去的这些地方的情况，然后人生地不熟的，有的时候可能会走得比较偏僻，带把枪还是比较安心的。但是今天是真的是感觉到了，就是居然是身上没有枪觉得不安心，就说明现在美国有多么。但美国就是乱，你看那个谁洛杉矶的保险。对对，说句实话哈，我们这么多年都没有碰到极端情况，都是像新闻里那些什么枪击案啊，那些乱七八糟的都是新闻里的，而且都是华人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就是居住的区。但是就是最近感同身受的就是洛杉矶的保险，就车保险特别特别的贵，因为我和我的好朋友就是同时提的车，我是提的皮卡，然后他是提的一个轿车。就是按理来说，这皮卡的保险应该是比他的那个轿车要贵的，但是他那个车1个月跟我说$500-600，然后他说他还问了另外一个保险，说最高到$750一个月一个保险，这一年一个月，那我们刚才算了一下，就这一年就要8000块，$8000，这$8000都够买辆车了。我原来上学的时候，你知道保险就差别特别大，当然我原来上学的时候买的是个2手车，没有那么贵，不是新车，1个月保险才几十块，然后后来就越来越加，到最后17年的时候，我们在洛杉矶当时买了辆路虎，那还算是不错的一辆车，然后新车，当时的觉得那个保险就挺贵的，一年1800，当时就觉得这个保险怎么这么贵，没想到现在连新的轿车一年都要快8000。对啊，而且你那个贵是因为你车价本身贵啊，因为你车价值就差不多15万美元了。但是你现在涨钱是因为你的治安不好，对，因为你的砸车的多了，你而保险涨钱，还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就是在美国road trip 过夜有几种方式，当然不一定是非得是房车哈，也可以是就是普通的轿车，然后像我们这个停车场外面就停了很多轿车在这里过夜的，也是可以的。像有 RV Park、RV Resort， 就是我们的房车营地，那些都是要提前预定，但是一般情况下在公路沿途都会有很多的这些就是过路的营地，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就是比如说开累了就去，它一般像晚上如果我们入住的话，它有那种自助入住的那种方式，就不需要提前预定。当然营地的话还是最好要提前做打算哈。过夜还有就是我们比较常用，一个是停在沃尔玛，一个是停在 Loves。对，然后刚才有分享过，就是 Loves 的好处呢，就是比较有安全感，而且它的中间那个store 那个 shop， 它是里面有 shower， 有上厕所、餐厅，还有店，还有超市，它是24小时开门，所以呢，你有任何问题，中途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进去找工作人员。那像沃尔玛呢，它就是有的停车场是可以允许 overnight 的，但是有的是不行的。那怎么确定它行不行呢？就有一个 app， 我们经常用的 app 就是 RV Parky， 就是它能搜索出你的位置周围所有可以停车的 overnight parking 的地方，不只有沃尔玛。但是如果你要是搜这个沃尔玛的这个地址这个名字的话，它能告诉你就你搜的这个沃尔玛它有没有 overnight parking。而且那个还可以，就是你搜的这个地方的营地，有没有位子？所以就说这些营地其实是他们电脑都是联网的。对，所以这个 RV Parky 这个 app 推荐给想要 road trip 的朋友，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我觉得咱们这个沿途分过夜，跟这个我在这儿住一晚上，就是我可能要吃饭做晚饭，因为你如果说你只是过夜，你不需要说我做饭。
我只是说我就带的现成的，比如说我吃个汉堡啊，我冰箱里有的东西吃，因为你过夜如果停在沃尔玛或者停在加油站，你会省很多时间。对，因为你如果到营地，因为你只要到了，你就要接电、接水、接上下水，然后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肯定就想，营地嘛，我睡个懒觉啊，我去散散步啊，然后我再收。你走着就中午出发了。对，但是你停在沃尔玛或者加油站，我们一般都是你保证早上6、7点钟第一件事就出发了。对，好吧，就今天分享到这儿吧，明天我们继续赶路。辛苦富贵今天了，不辛苦。拜拜。